从2017年大三那一年开始，在一门课上，我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我就跑回了宿舍，然后一个人坐在床上，跟个木头一样，呆呆的，我就自言自语，活着和死去。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看不到世界的色彩，花、树、天空、食物，还有自己的生活。吃饭是为了活着，那么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开始思考、挣扎、找寻、求助，反反复复。泥土的触感，花的色彩，食物的香气，风的温度，还有树的声音。我开始关心阳光的移动，关心人的幸福。我想当老鹰还是？你想当老鹰？那我当鸡妈妈。来一。和其他抑郁症有一些不太一样，我没有经历明显的创伤，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学业顺利，只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当时医生给我的定义是难治性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空心病，给出的治疗方案是长期电休克、终身服药。那天我是刚吃完了药，躺在床上，打算睡觉了，就看到了床头柜上摆着有面包，我就把面包拿了过来，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哭一边吃。我吃完了所有的面包之后，我没有力气能再支撑着我在床上坐着，我就滚下了床，趴在床边的那个小角落，跪在地上，一边发抖一边痛哭，过了好久好久。后面大概到了凌晨几点钟的时候，有了一点点能支撑我站起来的力气，我就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厨房，把冰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鸡蛋、泡面、饺子。当我在我的那个小平底锅里打出了最后一个鸡蛋，它是一个双黄蛋，一瞬间我就又崩溃了。那个双黄蛋就像是抑郁和躁狂在我身体里同时存在一样，我没有办法去预估它什么时候会出现抑郁，什么时候出现躁狂，它会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的随机切换，所以看到那个双黄蛋的一瞬间，我就又彻底的崩溃了。很多人都安慰说，你要多出去走一走啊，你不要想太多呀。但这些话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对感冒的人说你不能再打喷嚏一样。当医生看到我传递的那个眼神是你怎么还活着的时候，当医生给出的方案是长期电休克，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到哪一天，只是为了父母熬着，就这么熬着，一分一秒的熬着。
经历了过无数次的希望、失望、绝望的轮回，心如死灰，我不敢再去拥有任何的希望。治疗过程，中医看过了，西医看过了，西医的各大精神科医院都去过了，心理咨询，包括医院的心理治疗。当时国内还没有长期电休克的治疗这种病例，医生是集体开会讨论，决定我是首例，中国首例，就是要长期电休克治疗，就是1周可能做3次这样子。就这样过了3年吧，这长途漫漫的3年征程。当时我写了一封遗书，准备就这样放弃了，但是内心中有一丝丝感觉，在放弃之前，我得给自己画上一个句号。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幸福书院的一篇文章，开头是这样的：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时至今日，我仍庆幸我是有多幸运，才能寻到这片让余生不再虚度的地方。这一句话触动到了我，我想去那儿看看，能不能安顿我漂泊这么久的灵魂，是我在想要了结自己之前最想做的事情。刚到书院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抑郁发作我就出去躲着，躁狂发作我就假装自己是精力充沛。人多人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园子很大，没有人把我当作病人，也没有人把我当作正常人，只是当作人而已。在那里戳了一个毛毡，然后刻了好多的木刻画，做了好多手工。不发作的时间多了一些快乐。大概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在回那个村子的路上，金老师问我：“你现在最想做什么？”我的回答只有2个字：想死。这好像是一个丝毫不需要任何犹豫的答案。从太阳每天的升起到落下，我的脑袋里思考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去死，如何死才能不给书院给其他人带来麻烦。当天晚上就有了一次深入的交流。那次深入的交流让我终于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能读懂我，让我在心如死灰的寂灭中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好像可以跳出来，从这个泥潭中跳出来，但是好像又不确定。我内心中不敢，但是又同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不要去试一试，只有一点点。我当时的形容是心门打开了0.01的小缝，只是感受到了一丝丝的理解，但是我瞬间把它合上了，因为我不敢拥有希望，我不敢。就这样在书院继续想着学习着，在河边看看鱼，然后坐在椅子上感受风，尝试训练自己的感知。老师们引导着，在生活中觉察我自己的情绪，帮助我在化解我自己情绪，每天出现情绪的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的认知。后来在湖边的亭子里，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抑郁症的孩子的困惑被金老师一点一点解开的过程。那个过程就像是扒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直接扒到它的最底层。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很久都没有感受到过的感觉，就我看到了天是蓝的，然后水是绿的，吹到脸上的风是暖的，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是我的希望到达顶峰的一瞬间，就感觉好像那个井底被阳光啪照亮了。我感觉这一刻生命就被唤醒了一样。所以我到后面跟别人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把这一天定义为我重新看到世界的那一天，也是我从此不再依赖药物，开始我新生的第一天。
大家好，这里是我的重生笔记。从2019年4月18日，我重新看到世界的那一天开始，到3年后的今天，我活下来了，而且生命很精彩。因为几年的心理咨询、医院这样漫长的路走下来，每一个医生其实都想要帮我去找出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但是都无疾而终。从小到大，家庭很和睦，学业又顺风顺水，但是从小一直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在小时候是世界的真实，长大后是活着的意义。在我的记忆中，我后面回忆起来，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刚刚学会了拍皮球，从皮球落地再到弹起来的那一瞬间，会在我的大脑中开始放慢。皮球落地弹起来的不只有皮球，还有看不见的灰尘。我经常深入到那些灰尘中想，这刚刚扬起来的灰尘，这存在就不到1秒钟的灰尘，像宇宙。我就开始每天想象宇宙的毁灭，人太小太小，世界也太小太小，地球太小太小，宇宙太小太小。但是这灰尘，就这刚刚随着皮球弹起来的灰尘，好大好大，一切不存在任何的时空概念。那个时候，关于这个世界，我就产生了怀疑。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过当时年纪太小，只懂得质疑，只懂得反驳，却没有地方可以找到我要的答案。从小我的性格就非常的拧，钻牛角尖儿是我最大的一个特点，对于很多事儿都是认死理儿。小时候因为不想上幼儿园，被我妈妈拖到院子里头去打。打完了之后，我姐姐他们就拉我回房间，我就死死地站在太阳底下，我心里就想着，我就晒人家女儿，让你后悔。就包括很多这种小的事情，很多事情我都会看不惯，任何看不惯的事儿，我都会在心中留下一个心结，然后心结不断地积压，加上最开始对于生命的思考、探索，水滴石穿，爆发了。当时心理咨询师、精神科的医生关于创伤性的问题也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但是当时的医生没有发现。来到书院之前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些点滴的琐事竟然会成为我空心病一次又一次的触点。活着的意义又是我空心病最深的根源。记得他长文中也有说过，好像所有人都担心他会死，有一个人就是不担心，好像不认为他会死掉。就是那个人是我。那其实我当时的心里第一念就是他在追求他生命的意义。我那时候其实一直还在做关于青少年的这种心性教育呀、品格教育呀，就是幸福教育这些，还有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些企业的这种企业文化的建设。其实可能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也许他不能完全的懂，但是他感觉我们做的事儿可能就是他想要的这种生活，想要的这种意义感，对社会的这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真的去活出来，对他们就是一束光，能够给到他们希望，给到光明。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世界里没有一片雪花会落错地方，每一件事都是我空心病的一个推力，但每一件事也都是我超越的助力。在抑郁症康复的第1年，我总结了一个词是做事。那时候每天扫地、做饭、种菜、接待，然后一起做手工等等等等。第2年是陪伴那些和我一样辗转医院无路可走，最后来到书院的孩子和父母。第3年参与，我开始变成了一个主动者，像老师们一样，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域里，和那些家庭们每天一起做饭、劳动、学习、成长。我从去年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感觉他康复，他100%康复了。
而且他也能够正常工作，甚至于比他同龄人没有生过病的人的工作的状态和工作效果还要好。但是去年的他跟今年的他又不一样。经过这1年我的观察，他是自己一个人，这1年他带了5个孩子，这个5个孩子基本上都是从能量非常低，甚至躺着就一天都起不来的，或者是瞬间这个情绪就爆发的，甚至出现很多一些行为的孩子，都是非常极端的。经过这个，有的是1年，有的是多半年的陪伴之后，现在这些孩子全都不但脱离了生命危险，还能够主动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同时每个人的脸上变了，孩子们的脸也变了，都洋溢着那个青春的那个模样了。但是之前他们都不是的，脸是黑的、灰的、白的，没有什么这种生命的这种色彩和能量。现在大家都可以随便开玩笑。我现在在干嘛？我等它80度，等它150度放进去。掉下了，掉渣渣了。哇！我先翻一小口。很成功。可以，就是1米就化了。非常好吃。吃一口胖10斤。金老师，哎，这么大的瓜！对。我们曾经在心中种下了太多的种子，好的、坏的，遇到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时机，它就在我们人生中长出来了。所以是全然的接纳，不是被动的去接受它。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在帮助我们去照见我们自己，是不是成长到了那个地步，还是说已经偏离了正道？所以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呈现，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所以又对这件事情是全然的感恩的。第4年我还在这儿，我已经成为了书院的生命成长师，继续陪伴着、影响着一个又一个家庭。我自己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其实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人生机会去陪伴到这些泥潭中的家庭和孩子，他们完全可以借由这些人生经历，去完成一个家庭生命的成长、蜕变。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见证一个又一个家庭涅槃重生的过程，也是我自己不断超越的过程。说吧。我现在嘴角控制不住的往上，想让它下去，它都不下去。看见太阳就怎么了？刚才是看见太阳就特别高兴。就是它是我现在的一个目标吧，那种就是我如果5年之内或者几年之内能达到它这样，就感觉很厉害了。就是把它个老师吧，导师那种。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去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就是一样，就是和我当时一样没走出来的人。从生到死有多远？
山里去还有好几千米。上去之后还要过一个大转盘。从你到我有多远？一念之间。好，这不好意思啊。阿姨在心口上看。有多远？长之间，从古到今有多远？笑谈之间，从你到我有多远？善解之间，从心。